这家公司2年内从名不见经传到帮 Meta 打造最大的 AI 模型，甚至让 AWS 吓得屁屁喘。哎呦，是谁？到底这家公司有什么神奇的秘密？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到底做什么事？这期影片跟大家分享。没有错，今天要分享公司就叫 CoreWeave， 可怕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今年3月才上市，上市之后暴涨了300%，过去1个月涨了135%。今年大盘大概涨3%，100倍。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跟上。对，哭哭。老司机，你在车上了吗？不过没跟上的朋友不要担心，留在这边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间公司到底做什么，为什么这么神奇，这么厉害。俗语说得好，虎父无犬子。我们觉得有猫腻，果然。辉达的亲儿子，黄先生的儿子。对对对，记得大家看我们之前有一部影片，其实有讲到辉达他自己业外投资的 portfolio，有介绍几间公司。这一集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们又把这个他 portfolio 再拉出来看，有些新的更新，多了一间公司，占他整个 portfolio 的70%。对，可怕了。那间公司是谁呢？就是 CoreWeave。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AI 云端运算的新创公司，主要它就是专门处理需要非常高强度、高算力的工作，背后的算力堆叠使用 NVIDIA 的 GPU。哎，这么挑？对，比较高端的一个定位。OK， 那基本上有几个讯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它是2025年3月才上市，它就是专注于 GPU。OK， 所以它的运算中心全部都来自于辉达。OK， 然后它也是据称可以拿到辉达新产品第一批的供应商。然后呢，它提供的呢就是 AI 优化云端的平台。所以就是你要训练一个 AI 的大模型，就是可以在它的平台上面去用，因为它能够给到你的服务就是最快、最强、最高效的算力。然后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 bare metal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是不是用虚拟的，它就是给你单间宿舍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其实就像是一家精品的云供应商。哎呦，它不是一般大型供应商 ，boutique 就对了。对，它就是非常金字塔顶端的客群，规模来说就会比像 AWS 或是 Microsoft 或是 Google 会小非常多。因为它基本上目标的客群或是客群里面需求的产品或工作都是要最强、最快的运算。最新的运算的需求，好，所以这个就基本上你要训练那种最底层最大的模型的顶尖客户，就会去找他们。那事实上呢，就在上周 ，CoreWeave 宣布了，他现在跟 Meta 合作，然后帮 Meta 的 LLM 3.1提供了最大规模辉达 Blackwell 的训练。然后它的训练时间其实是比之前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讲到这里，我已经看到大家有些人还是有疑惑的表情。你到底在攻？到底在讲？如果要开个牛排店，我不会为了开牛排店养一群牛，基本上你不会有养牛场。后来有一些人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就是这些牛排菜单上面有一个品项叫做和牛，最贵的，又不好养。对，所以呢，有一个人就突发奇想，我就只养和牛，专门供这个所有牛排馆里面，他要供和牛，只卖最顶级的、最贵的，所以他可以把和牛养得比较好，然后他卖给这上面所有需要和牛菜单的牛排馆。好，所以 CoreWeave 就是卖和牛。听起来它是一个新创公司嘛？对，那它到底有多少资料中心？因为它刚开始，但事实上它已经有33座资料中心了，遍布在美国跟欧洲。所以其实它能够提供的算力跟 capacity 其实已经不小。那谁现在是他们实际的客户？讲几个名字来。哎呦，就刚刚说的 Meta， 还有 OpenAI， 还有 IBM， 甚至 NVIDIA。哎呦，它如果要训练最强最快的模型或者是软体，其实都会用到它的算力。那你刚刚有讲，它可以拿到NVIDIA 最新的晶片，对，它跟 NVIDIA 的合作关系到底是什么？ NVIDIA 目前占有它6% 的 share，算是其中一个大股东。然后它又互相为一个客户供应商的关系 ，OK， 然后又是一个亲儿子的概念。所以虽然它并不是独家，因为辉达不会跟任何人独家，它晶片卖那么多人。不过呢，在这层关系之下，会让 CoreWeave 有宣称，就是比如说它是 H200第一批使用的云端供应商，就先给他。对，还是有一些特权。第二呢，其实是大家其实也是公开资料，NVIDIA 它也想要对于这些大客户，比如这些大的云的公司的依赖少一点，因为它现在的收入都来自于这些大客户嘛，它也怕被大客户绑架，所以它也想要扶植更多新起来的云的供应商，来分散一下它的营收的风险。了解。他们最近有一个新闻，收购一间叫做 Weights and Biases 的公司，还是得要软硬结合了。就像 NVIDIA， 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它只是 GPU， 只是晶片，但事实上你有了 GPU， 你有算力，你实际要帮客户解决问题，其实你的软体要够强。Weights and Bias 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接下来看一下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表，在最新的这一季他们的营收是9.82亿美元，它的 YOY 420%， 因为太恐怖了，难怪变成标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就是一个调整过后的 EBITDA，那 EBITDA 的数字是6.06亿美元，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它的利润率是达到了62%，恐怖，这跟台积电68%、辉达60%、微软55%。毫不逊色，他的客户是愿意为了这些算力去买单的。那同时间，当然就是这对于其实 AI 投资跟基础建设，其实是一个正向讯号。到底为什么可以有这么高利润率？这就是因为其实它卖的是和牛，因为它是最顶端的。那你的客户就是要最强、最快、最新，所以你就可以稍微进价
稍微再定高一点。这跟 NVIDIA 其实有点像，有点像，因为你就是没有人是专门做这件事情。Coach C 当然就是有跟我们分享，他不得不对2月如果有一些市场专家在面对 DeepSeek 出来说，那大家接下来不需要高阶晶片，然后高阶需求已成过去，这件事情我们就露出不失礼貌的微笑。再来我们看一下 Capex， 我们把 Q1 到 Q4 的2024年全部加起来，其实它资本支出达到了83亿美元，蛮恐怖的高。其实新创公司83亿美元，好夸张。当然跟比如说 Amazon 或是 Meta 一个800亿美元，一个是快400亿美元相比，还是有一段差距。对，不过这边要跟大家 highlight 的是，因为 CoWIF 都只买最贵，它第一只用 NVIDIA 的 GPU，然后第二，其实 NVIDIA 跟台积电接下来新推出的晶片越来越贵，它也是会是第一波采用。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以台积电为例，目前3奈米的晶片定价18000，好，那预计下一代2奈米定价3万，以及2奈米之后呢，还有一个1.4奈米晶片将会45000美元。对，所以等于说，它假设要购买最新的晶片，其实它的 Capex 的投入一定是水涨船高的，需求也增加，成本也增加的情况下，那它的资本支出应该是会比去年的83亿美元多非常多。那所以这一块不只是一个Capex 的预测，它也是对于这个产业信心的另外一个指标。说到 guidance，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guidance 的表。所以这上面呢有2个部分，一个是 Q2 的 guidance， 就是下一个季度的 guidance，另外一个是 full year 的 guidance。基本上这2个，我们想要先 highlight 一下 Capex， 也就是上半年第一季刚刚已经说了，其实花费只有19亿美元，在第2季应该只大概30亿美元，所以加起来49亿到50亿左右。对，如果你看 full year guidance， 它其实是上看200到230亿美元全年的支出，也就是说下半年的资本支出大概上半年的3倍。大概180亿左右美元左右。对，所以其实是如果你只看下半年，其实跟那些巨头已经没有差很多 ，Q1Q 都有20% 的季度增长，资本支出假设总结来看，其实是增长了160%。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恐怖的数据。那当然这些不是信口开河，它其实是根据他手上客户长期合约，尤其是从4年的角度回来谈，去推算出所需要的投资。但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他们的长期合约是支持他做这些 AI 的资本投入。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 bonus，细心的朋友呢，在刚刚那个亲儿子那个桥段里面，NVIDIA 的投资组合里面，对，应该是不只看到有一家新进的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做 Nabius， 跟 CoWIF 有一点类似。这边我们就直接列了一个表格，把这2间公司大概整理一下。第一个从规模，那当然就差比较多了。CoWIF 现在营收是98亿美元，那 Nabius 是5.5亿美元，规模差距有一个距离啊。但是 CoWIF 它基本上就是只有 GPU，然后 Nabius GPU 规模就会小一点，但比较注重在全球的。CoWIF 基本上就是那些大客户，当然大客户占比就会比较重，但 Nabius 可能就稍微比较多元一点。再来在财务呢，当然因为 CoWIF 它需要投非常多最新最快的高阶 GPU，所以资本支出一定比较高的。那这当然风险会高一点，对，机会风险并存嘛。对，但 Nabius 呢，就相对来讲，财务上是比较健康，负债比率比较低。那大概是这样。在技术上面呢，其实2边都是可以拿到 NVIDIA 的 GPU 的 ，CoWIF 应该还是拿到最新，所以它在这上面应该还是有些优势。大客户也想要这些高阶晶片的产能，最高阶，然后最早拿到，因为要最快。然后在地理布局呢，CoWIF 就是33周刚刚有说，美国、欧洲，Nabius 就基本上在欧洲就会比较多一些，分散一点。技术表现呢，CoWIF 一定是要很好，不然大客户不会找它。NVIDIA 在这上面。倒不是说这2个到底有什么竞争不竞争关系，其实它投资的很大的一个策略目的，就是让 GPU 巨头的这个收入来源能够再分散一点，了解，对 NVIDIA 生意来讲会更健康，不要只压缩在几个巨头。CoWIF 呢，跟之前我们有分析过的 ARM，ARM 也是 NVIDIA 的有投的公司，然后 Palantir 再加 NVIDIA，好，我们把这几间一起看。从规模来看呢，CoWIF 其实已经不会很低了，610亿美金，但当然跟 NVIDIA 的3.5兆，还是有差距，但是跟 ARM 啊、Palantir 这些其实都在 ARM 的一半大，对，大概一半大。比较恐怖的就是 YY， 现在是420，那 NVIDIA 当然在以它的 base 来说还有69，Palantir 跟 ARM 就是大概30几，那 PS 就是市值除以它的营收，大概是这样，所以 CoWIF 27.5，其实也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那 NVIDIA 还是一样非常好。那不过 Palantir 这边看到108偏贵，然后再来是 PE， 因为现在它还没赚钱，因为毕竟要先投入嘛，后面才会回收，所以是负的。那其他来看的话呢，像 NVIDIA 大概就是46倍，然后ARM 呢是186，然后 Palantir 呢是579，偏贵。好，然后 EBITDA margin。非常强悍，62%，跟 NVIDIA 这等级是差不多的。那不过看到 ARM 跟 Palantir 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点。最后 current price 列出来给大家参考，现在 CoWIF 价格就是，所以这就是大致上在几个财务上面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啊。现在的价格来说，包含我们刚刚分析的它的市场
的竞争力，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公司。它的优势竞争那个护城河，感觉起来没有像辉达或是护国神山这些这么强，所以有可能未来，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是这样，现在为什么它会这样异军突起？第一，除了 NVIDIA 支持之外，其实现在 AI 算力上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它有算力，那它有算力，它囤了很多 GPU， 对，然后它就可以满足一些市场。反正现在供不应求，反正你推得出来，就应该会买单，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未来几季，它有可能还会再继续上涨。不过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股票分级的话，Coach 还是不会把它列在 S 级或者 S Plus 级。S 级跟 S Plus 级就是台积电辉达，甚至 Palantir， 就是比较便宜的时候就买，就不要买。然后它的那个护城河跟它未来增长性，因为 AI 的关系，其实是会发展的潜力最强的。那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几个原因。那 CoreWeave 在这边是这样，第一呢，其他巨头公司都可以卖和牛的情况下，等到他们开始卖了，那可能 CoreWeave 的这个和牛的采购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就不一定可以维持啊。对，虽然说你是签长期合约，对，下一波就没了，所以这4年可能 OK 的，但是4年后就不一定。对。然后第二呢，对于巨头客户的服务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可能这就是他们下一步要去找到的。然后第三呢，他们现在股价还是比较贵了，因为它都已经反映一些市场的预期。然后最后呢，它的资本支出真的很多，所以就算它接下来的客户订单增加，也有可能稀释它的利润。它可能需要卖股票，对，那卖股票越多人分这个钱，每一张股价就低。对，所以就是不一定会因为它的生意好就增加。简单来说呢 ，Coach 或是我们的角度 ，AI 的世界里面 ，NVIDIA 跟台积电目前还是比较确定的 winner。所以在 CoreWeave 呢，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大概 A 级左右，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投资建议。对，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对这间公司不同看法啊，或是想要知道更多，都欢迎在留言告诉我。赶快跟 Coach 讲，然后记得我们现在有一个粉丝页，我们回复的也会快一点。对，然后 Coach 最及时的想法会放在粉丝页。对，粉丝页会分享一些影片没有分享的内容。对，因为影片也许我们没办法更新那么快嘛。对，粉丝页就可以，请大家也关注一下。好了，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拜拜。